所以所谓的这个分子料理，其实真的要讲世界的滥觞在分子料理这件事情，的确是西班牙开始。对。可是，一直到最后面，它整个演变之后，说好的餐厅并不强调分子料理，而是说这是技法之一。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哈，要真正吃到道地的西班牙，或者是西班牙的分子料理啊，就一定要去巴斯克地区。那我今天想来大家吃吃看，这个得了2颗星，很厉害哦。在它还没有正式开业，还在试营运的时候，就已经摘了米其林星，现在是米其林2颗星的 Udanis， 他们是怎么呈现这个所谓的分子料理，以及分子料理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慕舍酒店的执行董事 Arthur。一凤你好，你好，观众大家好。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哈，把什么食材变成是双化，双化变成是气体。有一次我去那个香港啊。喝汤，居然人家拿了一个汤上来跟我说打开来，我说干嘛？请你闻，用闻的。我说哇，闻汤也太厉害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分子料理好像要跟物理化学要懂一点。我看你们今天这个经典的前菜是不是也有一点分子的元素在里面？某个程度上是有，但是它只是技巧之一。如果真正讲说我们的餐厅，我们是来自于西班牙北边，我们事实上是所谓的现代西班牙菜。或你可以讲说，我们是新派的巴斯克菜。那巴斯克呢，就是西班牙最北边那个3个很重要的都市，一个是奔牛节之都 Pamplona， 我们来自于那一边，旁边1个小时左右那个地方是 San Sebastián， 全世界米其林最多、密度最高的一个小城。再往左边走，很有名叫毕尔包。就那个 Frank Gehry 做那个古根汉博物馆，所以人家讲说现代巴斯克菜其实就是以这3个都市为主，因为我们在北边一点点就比较靠近法国，就跟法国是连着，对。那特别是我们 Pamplona 是奔牛节之都以外，它往上走其实就到那个比利牛斯山。哦。那我们事实上我们本店到法国的边境只有79公里。哦，这么近哦！对，那是什么机缘？你会想要去这个西班牙，把这个西班牙的 Basque 这个 cuisine 带到台湾来啊？我们在想说，欧洲到底要选哪个国家？是我们一开始就已经决定要去选西班牙，因为那时候在看法国的，也不少，但是成功的不多。然后意大利的话，好像都是平民料理比较多，所以在那个时间点，我们就决定一个非常主流的国家，叫做西班牙。OK， 那我们选西班牙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很辛苦，吃了7个都市。从11点钟方向，是7个都市啊，是7个都市，从 Bilbao， 然后到 San Sebastián， 到 Pamplona， 到巴塞隆纳，到 Valencia， 到 Madrid， 到 Malaga。你们吃了几天啊？我们吃好久，真的吗？然后吃了110间左右。我的天啊！然后大家就一直打分数、拍照，决定要跟谁合作。我们一开始就爱上他，为什么呢？当他第一次跟我们讲说平原高山大海的时候，除了他的菜很棒。对，很美以外，平原高山大海，我们想到就是台湾。台湾到处跟我们很像，就是到处都是平原有高山，然后我们是 surrounded by 大海。所以决定要跟他合作的时候，跟他谈了大概1年多，快2年的时间。从狂吃开始到决定跟他合作，然后从客人变成朋友，变好朋友，到他说拒绝，最后他说同意。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对外都是讲说叫孝行感动天，我发自内心讲那是真的我心中的想法。然后其实我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是 earn the trust，我们必须要挣来这一个信任，我觉得是最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本店，它总共一个 cuisine 是上多少道菜？像比如说晚餐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台湾连甜点大概14到15道菜，本店也是一样。本店14、15，有时候它会特别多一点，甚至到16、17。但是它的每个 portion 也都是像刚刚一样小的，呀都一样。那这样西班牙人吃得饱吗？绝对吃得饱。我说实话就像你想想看，你吃中国菜，吃中国菜的时候，你不是菜配饭吗？对，饭是面包，毕竟是米其林餐厅。费尽千辛万苦，然后这么多的淬炼之后出来的面包，你吃它的面包你会很感动。真的吗？哦，所以我跟你说，一定要真的来吃吃看，因为这是他经历过了今生人生的体验，吃了100家餐厅，7个城市，在西班牙这个美食大熔炉的一个国家，能够找到一个他自己认为跟台湾最有连结，也最能代表现代西班牙菜的
就是今天。所以所谓的这个分子料理，其实真的要讲世界的滥觞在分子料理这件事情，的确是西班牙开始。对。可是，一直到最后面，它整个演变之后，所有好的餐厅并不强调分子料理，而是说这是技法之一。技法之一。那技法之一呢，有一个很直接可以讲的，很多人在讲这件事情，只要看到汤汤水水就是分子料理，但事实上也不见得。我举例，我们有一道菜。他用那个蟹肉做成一个山的感觉，他让你想象太阳从4点钟方向打过去之后，打到这个海面上的波光粼粼。对，那你波光粼粼就得把酱汁弄成那一种有泡泡，对，波光粼粼的感觉。很多人觉得吃泡泡就是在对，就以为在吃分子料理，其实不见得是这么一回事。你刚刚有提到巴斯克菜山跟海，还有山跟海跟平原之间的对话。那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你们的经典前菜，对吧？这是我们经典前菜，是极少数不会换的2道菜。那第一个是让你用手吃，难怪我说怎么没有给我餐具。叫欢迎来到西班牙，来到这个热情奔放、毫无拘束的地方，直接拿手，而且它黏黏的，好像很容易融化啊。它黏黏，事实上它就是用那个红椒在焦化之后，它用4种糖把它做成了糖衣，4种糖的糖衣把它裹在里面。那里面的东西2个主要元素，一个是西班牙北边巴斯克地区的 sausage， 然后再加上很特殊的一种很特殊味道的蛋黄酱。蛋黄酱，这吃起来真的很像 sausage， 可是它其中面是糖衣，对，好特别哦。所以你就会在那个很强烈的 sausage 吃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享受得到那个糖衣，另外一个味道，让嘴巴里面那个酸甜的部分，再加那个肉的味道炸开啊，而且这个糖衣不会那么的甜。你刚刚欢迎讲对了，我很难得能够在米其林餐厅不用刀叉，直接用手。所以他在第1道是有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欢迎来到热情奔放的西班牙。多久没用手吃饭？多久没有这么样的随意随性？是 Welcome to Spain。第2道菜真的就是标准我们一般女生喜欢吃的分子料理的这种泡泡跟猪猪，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也是你们经典不会换的前菜之一，对不对？这是我们从2007年年底到现在唯一真正完全不会换，它叫后院。它其实在讲整个后院跟我们平原高山大海之间对话的故事。平原在哪里？平原会产 cucumber。小黄瓜所以这个是小黄瓜，这小黄瓜是平原。那高山的部分，因为我们本店的后院本来就在养猪、养鸡、养牛，所以它的牛奶跟cheese都自己做的。所以你看，这个很像在后院的灌木是小黄瓜，但事实上它的那个小径的那个白色的石头，它就是用那个牛奶做的，牛奶为主。但是呢，这叫平原高山。那大海在哪里？大海的重点就是在于，事实上这个小径的石头里面，除了牛奶跟 cheese 以外，它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去把它加在里面，是法国 gelato 的生蚝的萃取出来的液体放在里面。真的，所以这就是非常代表我们的叫平原高山大海之间对话的一道菜。然后你想想看，在后院里面，你走在小石径上，你会看到会有 dust。会有尘土，对，你有没有发现上面有尘土？有这个一点一点，这个是什么？很特殊，那个尘土其实它就是用那个小黄瓜切下来的皮，把它雾化的，把它撒在上面。所以其实你们的师傅不只会要懂得会做菜，他要懂一点物理化学。他一定要懂，他更要懂艺术，跟我们想表达这个平原高山大海之间对话的这件事情。因为这样子其实看就像是一幅画，真的很像我走在这个后院的小径。真的。好，那我来吃吃看。而且还有一定程度的留白，所以我们的东西当然是跟法国连在一起，非常西班牙的菜的同时，我们有一点法国的味道，一定会有，因为全世界的 fine dining 都受到法国的影响，所以有一些酱汁上的使用的确是用它们。但你再反过来说，我们的大主厨他自己都说，他受到日本的影响有一定程度，他非常心之向往，也追寻于日本的艺术跟烹调艺术这件事情。对，不止如此，而且我知道主厨非常重视当地的食材的运用，所以我看他之前还有带2位主厨去当地的这个传统市场去寻求一些台湾的元素，看是不是可以加进在他每一季的菜单里面。我以为留白是为了要赚钱，可以少一点的量。事实上，当你吃完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饱了。真的吗？
很多人都说分子料理吃不饱，我来吃吃看这个会不会吃饱？它的cheese味好浓哦。对，它有一个那个私藏的做法，就是把 cucumber 打开放旁边除以2，对，除以2之后再把这个所有东西拉到上面去，直接一个 scoop up，这味一口道把它吃掉。很特别，因为除了吃到 cheese 的味道，真的好像吃到了一口 oyster。然后它这个日本技巧在这里面又出现一点点，是 cucumber 醋制8秒钟 ，exactly 8秒钟。它是用日本的米醋做的，所以你会感觉到一个很特殊的海味，海味又在这个平原的小黄瓜里面出现。那这个绿绿的是什么？也是一样，它其实也是那个酱汁，但里面也加了 oyster 在里面。哦，也是哦，这真的太好吃了吧！没有想到可以把 cheese 跟 oyster 重新塑造，变成像这样子一个个小小的金球，真的太厉害。这个也是在本店原汁原味。也如果你喜欢这一季，喜欢我们的介绍，麻烦请你要按赞，然后分享，并且要订阅。我们下一次见喽，拜拜。